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课程进行到发球抢攻。那么在比赛中呢，每个人有2个发球的机会，握有发球的主动权，也就握有这个打发球抢攻的设计权。你打发抢之前一定要设计好，我现在要发一个什么样的球，我要如何抢攻。当然了，这个发球抢攻首先是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设计的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反手是自己的特长，那么他就主要是使用反手发球，这样呢可以站在中间两面抢攻，并且呢反手抢攻的这个力度加大，比例加大，得分点也就多了。那么有的人呢正手杀伤力比较强，那么他基本上可以设计用正手发球来作为他主要的发球，这样发完球之后正手抢攻的使用更加便利更加得当一些。那么在这个发球抢攻当中呢，我们就看到想到也听到发球抢攻，那么这4个字当中其实涵盖了2项技术。第一项技术就是发球，有的对手在接发球的时候不一定怕你的发球，因为怕你的抢攻，所以在接发球当中造成了他的失误。所以说发球与抢攻这4个字2个名词它是相互有关联的，有关系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选手发球好的人，那么他抢攻这个难度系数就小了很多。如果说他发球质量不是很高，那么在后面他的抢攻当中呢，难度系数就会增大。那么发抢的这个种类呢，一共有2种，一个是发完球之后，一个是抢上旋，一个是抢下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根据你自己的发球而来。你如果说偷长球，你将要面临的就是上旋球的抢攻，抢上旋球进攻，抢上旋球进攻。那么你如果说以发短的为主，可能对方摆短劈长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就面临着要下旋球的抢攻。所以说在这个设计使用抢上旋还是抢下旋当中呢，你一定要配套使用，这样让对方顾此失彼，最后可以最大化的发挥自己发球以及发球抢攻的作用。那么在具体的这个使用当中呢，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，也是经常出现的错误和问题，也就是你发球的时候上身重心肯定是下来的。那么发完球之后，有的人呢，就是发完球会在那儿站着看着，在等着对方来球，一旦对方搓过来之后，上身重心再下来再抢攻，多了一个上身重心，这叫不稳定，上身重心站起来又下去的这样一个步骤，造成了自己发球抢攻的这个失误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，发完球之后重心不要起来，始终保持进攻的状态，一旦来球之后就可以直接进攻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发球抢攻的这个设计当中，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？注意你要面对的是对方回球可能会回到你这半台，你这半台当中呢有9个点3个台内，3个半出台不出台，3个底线，就好像吃火锅时的9宫格一样。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发球，比如说我们要发左侧旋，那这个球如果说对方再回到你反手短球的概率就很低了，那么你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和你的重点可以放在另外的这几个点上。那么最后锁定的这个点，你要注意的点越少越好。
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规律的摸索，发现到一个规律，我们慢慢的缩小这几个点，这就是我们要通过练习来感知到的。好，发完球之后，右肩下撤，右肩下撤，这个是抢下旋的。侧身位抢攻非常完美，正手位。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是发球抢攻，但是呢有侧身位，有正手位，虽然都是下旋球，但是是两个位置的球。那么现在呢，刚才李代元正手位下旋球失误，这个就出现了步伐上的问题啊。侧身位的时候，大家看啊，侧身位的时候，右腿是在后面的，可以拉这个球，都已经让开位置了，他的站位右腿是在后面的。但是同样的一个下旋球搓到了正手位，这个时候要干嘛？右腿要往前插，往前插的同时展开身体，再来拉这个球。如果说右腿在后面，站位两个，一个侧身位，一个正手位，两个步伐是一样的，站位是一样的，就会造成正手位下旋球的失误，够不到球，使不上劲儿，这个就是正手位下旋球经常出现的问题。我们看李代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这个球一定要在转体的同时，右腿往前插。出界之后是大拇指的问题啊。